斯诺克比赛究竟有没有玄学？这是刚刚结束的斯诺克德国大师赛的决赛。咱们先来看一下第9局，可能是决定最后冠军归属的一杆 K 球。摩菲的这一杆临近超分的大蓝 K 红，力度、角度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偏偏 K 出来的效果，它就差了那么一丢丢。当然，你要把这一丢丢就扯上玄学的高度，那还不至于。对于摩菲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来说，这样的事经历多了，防一杆不就得了呗。接下来摩菲的防守虽然不是斯诺克，但是白球贴库，单就防守来说，打个90分没有问题。看看摩菲的表情就知道，挺满意。不过今天咱们聊的是玄学，接下来小特的场外嘉宾他要出手了。好，看看白球的轨迹，他是要掉带了吗？上帝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亚座，这是咱们打斯诺克人都知道的防守最高境界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。而且这样的斯诺克从来都不是靠技术能够拥有的，10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哪位球员能够刻意为之。此球只应天上有，因为他的创造者只能是小特的干爹上帝。咱们先把时间临时拉回到双方的第2局，小特的暴力梦角咱们平时也看多了，下面咱们来看一颗神奇的进球。21世纪的斯诺克主打什么？玄学。好，咱们重新回到第9局，这颗让摩菲无比头疼的亚座。两库虽然解到，但是可惜没有解到包边。与其说解到，还不如说解不到更好。此时的摩菲心中肯定是万头神兽奔过。好，接下来只给兄弟们截取最精华的部分。小特一杆清到只剩1颗红球，这颗白球一库勾红，稍微的勾薄了一点点。这个角度呢，你要说打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呢，偏偏粉球在后面形成了一个后斯诺。小特考虑了一下之后呢，觉得还是不稳，于是选择了防守。接下来摩菲的这杆防守力量稍轻了那么一点点，就是这一点点给了小特反做的机会。这杆斯诺克质量非常高，摩菲反复经过了长考，最后无奈选择了长颗星的清解。球是虽然解到了，跟上一杆的2颗星解球一样，解到还不如不解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换做一个右手球员还好说，这颗球架杆还真不一定打得进。但是别忘了咱们帮主是个左手，刚好在他的顺手位，这杆球别提有多舒服了。这就是玄学。接下来的球嘛，就是毫无悬念，顺理成章的一杆清台。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，在去年戴尔退役之后，斯诺克赛场唯一一位保留了传统绅士风格的摩菲。双方的第13局，小特已经9比3领先，手握大把赛点。此刻的小特也是稍微有点飘了。如果比分是8比8或者是9比9，估计这颗红球他也不敢打。咱们为什么说摩菲是继戴尔退役之后唯一的一位传统绅士球员呢？那么塞大师呢？塞大师在抑郁之后啊，眼神当中总是带着那么一点点的忧郁，这一点忧郁略显底蕴不够。那么傅家俊呢？老傅打球做人的风格，总给你一种感觉，谦逊有余而霸气不足。在他身上感受到更多的是传统的儒家韵味。接下来看看摩菲的表现。
黑球打进之后，这几秒钟的凝视全场，既凸显了霸气，但是又不显得张扬。在坐下之后，享受掌声的那一刻，不管从眼神还是表情，都把传统的绅士风格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如果你要是觉得此刻的墨菲有点装，好，咱们回到双方的第8局。此刻的墨菲击打粉球，注意看旁边的裁判艾卡特，此刻出来直奔中袋的粉球而去，而墨菲却主动报了犯规。注意听，此刻裁判才报了犯规。如果他第一时间察觉了墨菲犯规，他应该会先叫 foul， 因为这样的球，如果球员自己不说，裁判是很难判断。好，咱们再来看一遍慢镜头的回放。注意看这个球，如果球员自己不说，裁判是不会判犯规的。这种球呢，就是墨菲印在骨子里的绅士。好了，最终呢，小特也是毫无悬念，10-4拿下了冠军。虽然这个比分稍显夸张了一点，但是谁让小特是德国大师赛的房东呢？之前决赛4连败的阴霾一扫而空，说来说去还是莱茵河畔的风水好呀，一不小心就在这儿夺了4冠。小特呢也算是报了英国公开赛决赛的一箭之仇。不过呀，这2位今后肯定在决赛当中还会经常相遇。最后再次感谢2位球员的精彩表现，下一站大奖赛见。点击下方小黄车，9号半巧克，始于颜值，忠于品质，大圣的专属玩具。很多人说赵金童从12岁开始打球，那么11岁的赵金童是什么水平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圣。最近看到网上很多帖子说赵金童从12岁开始打斯诺克，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误区。咱们先来看一下11岁的赵金童是什么水平。咱们先注意一下篮球旁边有一道 X 型的印记，这些都是刻苦练球留下的痕迹，这些都说明在11岁的时候，赵金童练球已经很刻苦了。赵金童199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，从小跟随父母在深圳长大，12岁的时候跟随武文中学球。而这段视频拍摄于2008年，这时的赵金童才11岁，也就是说第2年他才跟随武文中学球。这时的赵金童已经展现出了极高的斯诺克天赋。看一下这杆咖啡的教位，发力通透，力感极佳。此时的赵金童已经达到了一个业余顶尖选手的水平。上手便是豪横的一杆青苔，小小的年纪便展现出大师风范。看一下这腼腆而又清澈的笑容，跟14年之后英锦赛夺冠的笑容如出一辙。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赵金童射篮球的准度。都说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没有这些天后交绝的训练，又怎会有今后傲视天下的勇气？
追忆路上，历遍了多少創傷，在那張蒼老的面上，已記載了風霜。深秋雨日，前窗攝電視，迫不得已的畫面，說再見。回望昨日在異鄉那門前，唏噓的感慨一年年，但日落日出永連天。常在望着真笑容時，亦不知不覺的無言，讓日落暮色滲滿淚眼。篮球到袋口的距离1.99米，全场3比16。打篮球点的练习是练习斯诺克最基础的一项基本功练习。至于到底难不难，大家去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此时赵俊鹏已经连进了40颗，而且全部都是粗心灭败，这简直就是一台进球机器。此时的赵俊鹏说他感觉到有些累了，咱们看一下这颗进球，打到第42颗才出现第一颗挂脚入袋，这是真的有些累了。连进42颗，你能连进多少个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射进篮球点，全场3比16，欢迎大家拿起球来试一下。好了，咱们专心看球啊，烧好了，好了很多了。激动人心的决胜局来了啊！开球，还是走这个方向，还好了，这一杆还好。今天开球里面算好的一杆，前几杆每一次开球都漏，再漏这样的开球就很危险。HT 呢还是很惊艳啊！算了，咱们不聊那些啊，专心看球。沉底，摩菲是肯定不会去打这样的球，这样的球也打了没意义啊。好了，又钓鱼，摩菲铁了心钓鱼。今天因为前几局尝到钓鱼的甜头了啊，觉得赵公子的长台今天不咋地。没去啊，对，别去啊！摩菲今天铁了心钓鱼。
咱们的赵公子也没那么莽了啊，这个球换做小司机，你刀架他脖子上他也得打。来吧，这个球防得不错。决胜局啊，更多的是拼的是心态啊，好球。怎么样？这一颗估计赵公子心动了。有没有回去的线路？低杆可以回去啊，但是呢，就怕掉就掉这一颗，是吧？低杆拉回去的话，有时候怕就怕漏就漏打的这一颗。哎呦喂，这一杆差的有点多啊！果然，有时候怕就怕这样的球，你下面的球可以防到，但是你打的这一颗打不进，就不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了。来吧，现在考验墨菲心脏的时候了。那个球呢，他也可以选择沉底，他打左侧那一颗可以选择沉底。哟，墨菲这是要炸球啊！哎，哎，效果这一颗，但是白球好像不是很好校位。哇，这一颗墨菲是有单叫，他没有选择，也是有点急了哈。这一杆如果拿架杆下低杆回去的话是有风险的啊，不白给。他如果拿架杆低杆这样去叫蓝的话是有风险的。哎，这哥们儿看这样子不想去了啊，不敢去了。你个老六，老狐狸哈，他不去了，跑了啊，跑了，他又钓鱼啊，他看了这个位置了哈，他又来搞赵金童心态，来这个球中带他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了，来裁判也在看，咱们不去啊。这个老狐狸啊，中带是肯定不能去啊，有是应该是有啊。下面这一颗，哎，给他挂走，白球沉底，好，不错。现在就看墨菲，现在上面这颗红球是一个变数啊，这颗红球，因为你白球往上面走的话呢，你要么就必须要贴库，你不沿着库边的话呢，你一旦把白球放出来，那么赵金童不打，我都支持他打。这个决胜局啊，开玩笑，想带。这才是克鲁斯堡最动听的音乐。完了，兄弟们，火箭真是垮了，火老师是真的垮了。咱们不敢说他的职业生涯绝无仅有吧，可能也只有上一次碰到埃伯顿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局面。
这还怎么打？ Aaron O'Sullivan 19. 这还怎么打？这是已经崩盘了啊，崩盘了。1. 8-0，真的要来了。看到这样的火箭， 6. 咱们直播间有一半的球迷是不是都有点跃跃欲试？ 7. 12. 13. 火箭现在这个状态，兄弟们也不用心酸，也不用觉得心疼。竞技体育永远没有说可以靠吃老本，可以一直赢下去。 19. 早在正赛开始之前，好多兄弟都问啊，说到火箭，之前我就说了，不要看好火箭，不要看好火箭。 25. 今年火箭本来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。 26. 然后到了世锦赛开赛之前才临时抱了一下佛脚。如果这样都可以赢球的话，都可以赢下冠军的话，那其他那些每天训练个10多个小时的球员，那还玩个锤子。 42. 33. 39. 40. 47. 48. 8-0，真的要来了。
来了， 52. 跑不掉了。53. 12-4，多么熟悉的比分。60. 62. ，Thank you. 65. 69. 74. 80. 牛逼的8-0， 57. 漂亮。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在第3阶段拿下比赛呢？今天凌晨2点，咱们必须在直播间守护。斯诺克世锦赛开赛以来，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即将到来。这场比赛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重要到他一旦拿下，不管接下来世锦赛的剧情如何发展，导演如何安排，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都会高潮连连。之前呢，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一直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，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就是昨天斯嘉辉的这场比赛。在提到那场更加关键的比赛之前，咱们先卖个小关子，先来欣赏一下咱们小斯同学的精准绝杀。有没有？好的，这个球我看他再防下去要出事儿啊！好的，咱们准备。贵州人民发来贺电啊！斯嘉辉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，简直可以媲美当年的硫磺岛战役。现在想要进攻本土，就只剩下冲绳了。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今天下午5点即将进行的一场恶战，赵心童对阵瓦克林，以及当初我那个不太成熟的小想法。这场比赛一旦拿下，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，所有的闭环都将打开，无论后续的剧情怎么发展，结果都将是一个字：爽。目前赵公子跟斯嘉辉同在上半区，另一场比赛是斯嘉辉对阵火老师，下面就会出现上中下3种结果。第一种最好的结果，斯嘉辉伸出梦中一脚，踹掉火老师，与赵公子会师半决赛。对于这一历史性的时刻，兄弟们有没有想奢望一下呢？第二种可能就是火箭淘汰斯嘉辉，半决赛约战赵心童，这就衍生出了2种结果。第一，赵心童淘汰火箭，首登克鲁斯堡的决赛舞台，这当然是咱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。另外一种可能呢，就是火箭赢下比赛，第9次站在克鲁斯堡决赛的舞台，冲击自己的第8套大满贯。以上的上中下3种结果，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，无疑都是一场饕餮盛宴。不管怎么样，结果都是一个字：爽。所以今天下午5点的这场恶战，
它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吧。对于赵公子，此刻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拿下比赛，并且一不小心走到了最后，那么什么黄金屋、颜如玉等等等等，该有的都会有，该来的总会来，反正你懂得。巴拉巴拉巴拉，此处省略10000字。当然，对于咱们球迷来说，除了敲锣打鼓之外，更大的好处就是再也不用看那死鱼烂虾。此处省略10000个字。巴拉巴拉。好了，综上所述，兄弟们就说这场球重不重要，关不关键吧。今天下午5点，锁定大圣某牙的直播间，搜索大圣撞球频道，让咱们共同来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兄弟们啊，输也好，赢也罢，我们最终都是因为爱好这个运动。也许这就是中国球迷爱的代价。